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为你读书。今天想和你们聊聊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就是那种你以为很了解一个人，结果发现你根本不认识他。这里说的不是那种戏剧性的背叛，而是一种更微妙的东西。比如你的合作伙伴从来没提过公司其实在亏钱，或者你的朋友避开某些关于家庭的话题等等。这差不多就是《亲密谎言》第一章里要和你说的那些故事了。当然，作者并不是在教我们成为侦探，而是在探索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我们如何在关系中保持既开放又能自我保护的状态。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思考，看看能发现什么。亲密的谎言的第一章叫谎言通览。这个题目本身就挺有意思的，就像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谎言的全景图。作者提出的观点让我也有一点点意外，就是谎言不只是说假话这么简单，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形式，叫选择性沉默。就是那些重要的事儿，对方知道但不说，或者是不完全的说出来。我在想，我们平时对谎言的理解是不是有一点太窄了呢？好像只关注了那些当面编造的事儿，但忽略了那些被故意隐瞒的真相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朋友的经历，她以为她男朋友只是不太爱聊钱，后来才发现他欠了一屁股债。那这算是谎言吗？还是只是他们的沟通不到位呢？书里有个故事特别触动我。书里讲了一个姓李的女孩遇到了律师巴里，巴里告诉她自己喜欢成熟的女性，还说呢家里室友很多，不方便接电话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这个李姑娘就把电话打过去了，结果不出意外，接电话的是个女孩，当然那是巴里的女朋友。这是一类谎言，就是很直接的那种。故事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护士凯西。护士凯西呢，她的男朋友David 跟她说，我除了车贷之外没有别的债务了。结果同居以后，国税局的账单就来了，David 3年没有报税，欠了1.3万美元。这就是另外一种谎言，更隐蔽的那种。我就在思考，这两种谎言的区别。第一种呢，它是主动创造的虚假的信息；第二种呢，它是选择性的省略了真实的信息，但结果好像都一样，就是让对方在不完整的信息基础上做决定。突然想到啊，我们自己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？比如说在简历上夸大一下经验，或者是在约会的时候避开某些话题，包括还有这种边界在哪里呢？同时，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就是当对方回避某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内心一定是纠结的，你肯定是选择追问，或者是尊重对方的隐私，你选择哪种？我挺好奇大家是怎么做判断的。书里呢，作者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他说，谎言就像蒲公英的种子，能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发芽。这个比喻给人一种很不安的美感，就是我们习惯把背叛等同于出轨，但作者提醒我们，有些谎言的杀伤力可能更加持久。金钱、健康、承诺方面的欺骗，影响的有可能是你整个人生的走向。就像我们刚说的护士凯西的例子，她一开始还安慰自己，哎呀，至少她没出轨，但是1.3万美元的债务，它可不是一时的情感创伤呀，它是会拖累凯西很久很久的一个现实问题。那我就在想啊，为什么我们对情感背叛这么敏感，但是对现实欺骗却相对的宽容呢？是因为前者它更加的戏剧性，更容易引起我们共鸣，还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就认为金钱这个事儿它能解决？但仔细想想，心伤可能会愈合，但债务却是实实在在你要去还的。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可能会引起争议的问题，就是如果让你选择，你更害怕伴侣出轨
还是更害怕伴侣隐藏重要的债务问题？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残酷，但是也许能帮助我们厘清自己内心的优先级。这里还有一个很微妙的问题，就是到底什么是隐私，什么又是谎言呢？书中作者区分，很有意思。作者的标准是看这个秘密会不会影响对方做重大的人生决定。书里有一个叫吉姆的人，他说自己的妹妹是死于绝症，实际上他妹妹是自杀了。这个例子就让我想了很久，如果抑郁症他有遗传倾向的话，那这个信息确实会影响对方要不要与他长远发展的这个重大判断。但如果他不说自己的性幻想，或者是不透露自己和朋友的私人聊天的话，这就是隐私了，因为这些都不会改变对方的人生轨迹。所以说这个标准感觉还是很合理的，不过就是实际操作起来可能很复杂，毕竟影响人生决定这个概念它本身就是很主观的。对有些人来说呢，伴侣的过往恋情也好，经历也好很重要，那对另外一些人来讲，这些完全可以不在意。所以我在想，也许关键不在于制定一个很完美的标准，而在于更好的去沟通，就是两个人能够坦诚的讨论什么是我们，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，什么可以不去计较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要和身边重要的人，比如说伴侣啊，事业上的合作伙伴，明确哪些事儿需要坦诚，哪些可以保留，你会怎么开始这个对话？感觉这种对话很难开口，但又很必要。读完这一章呢，脑子里冒出了很多的问题，就是比如说，如果发现对方在重要的事情上撒谎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是当面对质，还是暗中求证？是选择原谅，还是果断离开？等等，这些具体的应对方式，感觉比理论更加的重要，也更加的复杂。还有一个问题，那我们自己是否也在无意中说着某种谎言？比如说夸大自己的能力，或者隐瞒自己的困难，好像这种自我审视有时候比审视别人更加的困难。那下一期我们会继续聊亲密谎言的第2章，关于控制术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微妙？就是那些让你怀疑自己判断的技巧，感觉这会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探讨了。今天的思考暂时到这儿吧。我发现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在迷雾中行走，有时候看清了一些东西，有时候又觉得更加的困惑了。但这种困惑本身可能是很有价值的，因为它让我们开始质疑那些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。对于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不适合那种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了，关系中的信任与欺骗，隐私与透明都比我们想象的复杂。不过复杂也不等于无解，也许关键在于保持一种平衡，既能保持开放和信任的能力，也有保护自己不被伤害的能力。所以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什么新的想法，记得和身边的朋友去分享。有时候最有价值的不是我们得出的结论，而是这个思考的过程本身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。